我本是从简州来退婚的，却被未婚夫堵在书房的角落里。男人嗓音沙哑：“你刚刚说退什么？”我涨红了脸：“退婚。”男人气急：“退婚？我都还没进，你就让退？要不我先试试，你再决定退不退。”我生于春日，嫁于春日，死于春日。嫁进江家的10年里，有1年的相敬如宾，2年的争吵不休，以及接下来的彼此冷漠无视、相看两厌，父母无休止的刁难，夫君心心念念的白月光的嘲讽，和干不完的杂事、算不完的账，让我厌倦了当下的日子。我一跃跳进了冰冷的湖水中，草率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失去意识前，我恍惚间看见江景渊风了一般朝我扑过来。再睁眼，我回到了17岁那年，此时的我还没出嫁，我的人生还有希望。我把早年江家送过来的定亲玉佩举在手里，目光诚恳道：“江大公子天人之姿，前途广阔，我自知匹配不上他。今日请太夫人允我与江大公子婚事作废。往后，我与他各自婚嫁，互不相干。”我一番话震惊屋内所有人，以为人家千里迢迢上赶着来成亲，却没想到是元宵都不过了，赶着来退婚的。江景渊也没差成这样吧？江夫人第一个就不服气：“你可还没见过我儿呢。”我不肯起身，固执道：“我知道贵公子是人中龙凤，但我自小生在简州，长在简州。”太夫人打断我的话，摆摆手道：“行了，我今天累了，舒儿有什么事后面再说吧。乌嬷嬷把舒儿安排在梧桐居住下。”不等我拒绝，太夫人被左右搀着就走了。我早知她没那么容易同意，毕竟面子上的功夫还是要做的。我也不急这一时半会儿，施施然起了身，对着太夫人的背影扶了扶身，转头朝目瞪口呆的几人尴尬一笑。让我与江景渊成亲，是江老太爷和我祖父当年定下的。江老太爷这个人最是忠心守诺，又心中愧对谢家，临终遗言便是让江景渊尽快引我进门。可不管是太夫人还是江夫人，打心底都瞧不上我这个商户之女，更遑论我早早丧母，无生母悉心教导，不知道歪成什么样子了。这才左拖右拖，一直拖到今年，老太爷的忌日都过了，再拖下去，江景渊年纪就大了。太夫人这才松口说要见一见我，可也只说要见一见，并没说要娶进门。前世若不是我落了水，众目睽睽之下衣衫不整的被江景渊救起，我未必能如愿嫁给他。那时所有人都以为这是我为了嫁进江家故意耍的把戏，就连李嬷嬷也心疼的数落我，让我不能为了得偿所愿就拿自己身子开玩笑。但只有我知道我有多冤枉，的的确确是有人把我推下去的。可10多年来，我也没想明白前世究竟是何人动的手。我大车小车的物件搬进了离江景渊的浩瀚阁不远的梧桐居。这太夫人可真有意思，前世我卯足了劲讨好她，却被她打发到江府最偏远的一个连名儿都没有的小院落。这辈子我嚷嚷着要退亲，倒给我安排了梧桐居这样一个环境清幽雅致的好地方。李嬷嬷叹了口气，端了江府厨房刚送过来的桃花酥，轻轻放在我身前的小案前。我的大小姐，您这几日到底是怎么了？从前心里嘴上念叨个不停的江景渊，再也没从我口中听见过。路上给江景渊绣的帕子也给缴了，千里迢迢给江家所有人带的礼物，除了那天香锦，全都少了跟着来的下人。就连天香锦明明带了2大箱来，也只搬了6匹出去，更别说今日竟直接闹着要退婚。我最不喜欢这种酥皮直往下掉的糕点，嫌弃的瞥了一眼，顺手不小心打翻在地，对上李嬷嬷忧愁的脸，我问：“这样不好吗？”李嬷嬷一愣，蓦然就红了眼，拿着帕子直抹眼泪。嬷嬷知道江家这些天的所作所为，可恨他们眼睛往天上长，瞧不上咱们谢家的门楣，让您受了委屈。可您到底是真心喜欢江大公子，总不能为着这个就退了亲。像他这样的人物，等回了简州，怕是再也遇不到了。谁说我要回简州了？嬷嬷，你忘了我出门时我那个爹怎么说的吗？我就在京都不走了。外祖父当年给母亲留了一些京都的铺子，母亲又全都给了我，再加上我身上的钱，足够咱们在京都安身立命。李嬷嬷被我无所谓语气和决绝的态度吓得一愣一愣，连哭都忘了。不嫁了，不回去了。我笑道：“对，不嫁了，不回去了。嬷嬷，你给你家里的2个儿子写信，让他们也来京都，我日后的生意少不得他们为我奔走。”李嬷嬷哆哆嗦嗦迷迷糊糊被我打发了出去，对上门口的丫鬟碧春，2人大眼瞪小眼。江景渊连着在刑部忙了10来日，今日听说我来了，特意回来一趟，也不是对我有什么特别的感情，不过是他跟祖父一样记着谢家当年的恩情，不想对我失礼罢了。进了府，他总觉得府中下人看他的眼神怪怪的。江景渊冷傲金贵，如玉的面孔，姑娘们只瞧上一眼便2腮泛红，情窦初开。可也偏偏是太过冷傲，明明他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是礼数周全，可就让人无端觉得在他面前会让人自惭形秽。故而京都对他芳心暗许的姑娘多，心中怕他为他的更多。府中下人知道大公子的脾气秉性，即便有些个小丫鬟不知天高地厚动了心，也只敢拿余光描摹他颀长玉立的身影，连直视他都不敢。小厮张茂压着嗓音，难掩几丝隐秘的兴奋道：“公子，谢小姐今日入府了。”江景渊当然知道我今日到了，他就是为这个回来了。他站着没动，淡淡道：“先去向祖母请安。”他不像祖母和母亲，这么些年，他坚定地认定了他未来的妻子只能是我，无关风月，只为了能回报1、2谢家当年的恩情。从前年少时，倒还对我有过几分好奇，可随着年岁渐长，越来越繁重的事物将那点微妙的好奇也磨掉了。娶谁都是娶，江景渊抬步转身要走，一个窈窕的身影却撞入眼帘，没了后世披风的遮挡，即便隔着冬衣，也能窥见姣好的曲线。一张薄施粉黛却依旧美到令人失神的脸，配上这样曼妙的身形，就连从不知美色为何物的江景渊都有刹那的怔愣。我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和江景渊在长长的回廊拐角处遇见了。这一刻，我的周身血液几乎在瞬间急速沸腾，又迅速冷却凝结成冰。和20岁的江景渊目光撞上的瞬间，我恍惚到甚至分不清前世今生。滔天的怨念仿佛是土里积攒了整整一个冬天力量的种子，刹那间就要破土而出。前世深深爱过又彻骨恨过的男人就那样站在眼前，我竭尽全力克制住自己才没有失态。江公子安好。江景渊静静看着眼前曼妙眼丽的女子，微垂的眼不知道在想什么。谢小姐一路过来可还好？
我颔首低眉，语气冷漠疏离。老将公子记挂，一切都好。小厮张茂微微皱眉，这谢小姐的态度是不是有些太冷淡了？比他家公子更甚。江景渊本人也有些不解，我似乎对他多有排斥，即便我现在已经隐藏得很好了，可第一眼不小心透露出来的情绪还是被他捕捉到了。那情绪太复杂，太沉重，他一时半会儿竟不大能分辨明白。可一个10几岁的姑娘为什么会有那种眼神？江景渊不是自负的人，自然不会认为全天下的未婚女子和该都恋慕他。可对上我的冷淡，江景渊也有些不解，也有些说不出的滋味。对了，听说自小没了母亲，后又有了继母，想来本身性子就冷淡一些吧。吴嬷嬷抱了一床鹅绒的羽被亲自送了来，远远就见我和江景渊面对面站着，忙走了过来，先向江景渊见过礼后，将羽被递给了李嬷嬷。谢小姐，这2日倒春寒呢，估计今晚还会来一场雪。太夫人怕您冷着，特地让婆子我送过来。我甜甜一笑，多谢太夫人费心，也多谢嬷嬷辛苦走这一趟。今日天色晚了，我不好再过去叨扰，明日再去找他老人家说说话。江景渊心中暗道，原来只是对他冷淡。江景渊这些日子难得回了趟家，自然要去向太夫人请安的。太夫人见了江景渊，心疼不已。你可好些日子不曾归家了，这些日子吃得如何，睡得如何？祖母你且宽心，孙儿一切都好。太夫人叹了口气，心里直犯堵。江景渊乃侯府长房长孙，品貌绝佳，今日见了我，虽说比他先前想的好得多，可不管怎么样，一个商户女如何担得起他们江家百年望族的长媳？说实话，今日我主动提出要退婚，他是心动的。可当日两家结亲，老侯爷危险郑重，专门请了不少德高望重的同僚来作证。如今这些人不少还在朝中机要处任职，若让他们知道江家有悔婚之嫌，即便此事的确是由我主动提出，恐舆论还是会对江家不利。幸而江景渊回来的巧，他正好可以问问他。你回来的路上可见过谢家小姐了？江景渊如实道：见过了。太夫人不自然地抿了一口茶，觉得如何？可还喜欢？虽说两人住得不远，可偏江景渊一回来就见到了我。太夫人又有些觉得我是在欲擒故纵，可又想起我方才的神色，的确不似作假。他在深宅后院经营了几10年，真心还是假意，他尚且还是能分辨的。孙儿与谢小姐见面的次数不过寥寥，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太夫人悄悄松了口气。那若是退婚的话，祖母，江景渊薄唇抿成一条直线，面色极其郑重。我与谢小姐成婚已成定局，您无论如何莫要再提退婚一事。我们江家所欠谢家良多，娶谢小姐既是祖父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旁人就是千好万好，孙儿与他们也没这个缘分。太夫人张了张嘴，有些尴尬。可若是谢家要退婚呢？江景渊微怔。谢家要退婚吗？为什么？江景渊想到我冷淡的模样，是因为讨厌他。太夫人挥退下人，和缓道：祖母绝没有诓骗你。谢家姑娘今日一来就提了退婚的事，那时你母亲和几个叔母都在。你若不信，只管去问问他们。江景渊长睫半垂，双指无意识的抹撒。当年江家卷入一场震惊朝野的贪污案，虽不是主谋，但从大理寺拿出的证据来看，江家牵连颇深。陛下震怒，不等最后审问结果，就将江家一干人等全部收监。那时谢家祖父无论如何也坚信他的好友，也就是江景渊的祖父，不会做犯下贪污这样的罪，于是冒着触怒龙颜的风险，顶着巨大的压力为江家奔走，收集证据。最后结果是好的，多亏了谢家拿出来的关键性证据，江家洗清了冤屈，无罪释放。但谢家却实打实惹了皇上不喜，最后随便被寻了个由头，被贬至简州，此后再也没得以重返京都。可以说，没有谢家也就没有现在的江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江景渊的祖父坚持要定下江景渊与我的婚事。我爹实在不是做官的料，最后丢了本就芝麻大小的地方官，改而经商。我爹眼光毒辣又有头脑，靠着我祖父的好名声和与江府这点微末的关系，在简州混得风生水起。不过10余年的功夫，竟成了简州首屈一指的富商。可毕竟商户就是再有钱，地位也不高，我爹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他的2个儿子考虑。这样一来，我嫁去侯府变成了最好的捷径。有江家保驾护航，他那2个儿子以后不愁在京都站不稳脚跟，怎么也能混个闲职来光耀门楣。故而逢年过节，我爹丰厚的礼物就没断过，即便江家次次拒绝，我爹依旧照送不误，乐此不疲。江景渊不喜我爹的市侩钻营，但也没有因此迁怒我，他体谅我幼年丧母的苦楚，也打定主意，不管我养成什么样的性子，他也要尽量去容忍，为我提供富足安稳的生活。可现在祖母却告诉他我要退婚，他不相信我爹会放弃这条近在咫尺的路，难道是我自己的意思？可是为什么？见江景渊迟迟不说话，太夫人怕他是因为被人退了婚，心里不舒坦，劝他道：虽然你与他指腹为婚，可毕竟生来就没长在一块儿，你就是再好再出色，没有自小的情分，人家姑娘也未必非你不嫁。简州离京都千里之遥，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若是对谁家郎君动了心，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太夫人没说这话，但是她相信以江景渊的聪明，自己能够猜到这一层来。江景渊稍一思忖，便有了这个猜想，只是这个想法一出，他莫名觉得心里一堵。我要亲自去问问他。若我实在不愿意也就罢了，毕竟若是为了那桩本就是为了报恩而存在的婚事误了我的良缘，那岂不是罪过？只是他要确定那是我的本意，还是因为有人逼迫我，或者诱骗了我。太夫人对此并无异议，她方才六神无主，现在想来是该留下我细细问一问。好，只是今日天色近晚，谢家姑娘才病愈，又在客栈住了好几日，想来也不曾休息好。你明日再去问她吧，这样着急忙慌的，有些太失礼了。江景渊皱眉，客栈。太夫人尴尬一审，
虽说这事不是他安排下去的，但也是他先前把对这门婚事的不满明明白白摆在了脸上。不管是那几个儿媳妇还是府里的下人都轻视我，这才在我进京都的第一日就将我撂在了客栈不管。江景渊见他脸色不自然，便知道还有内情，只是作为晚辈，他也不好指着自己祖母的鼻子去质问。府里下人人多口杂，他稍一打听便知道了，用不着非得听他亲口说。太夫人闭口不谈，江景渊便也不再揪着不放，又简单说了2句话便起身走了。行至院外，江景渊朝身后跟着的张茂冷声道：“把谢姑娘自进城到今日进府的事打听清楚。”张茂傻不愣登地看了江景渊一眼，疑惑不已。谢小姐不是今日进的城吗？直到刚才，江景渊还和张茂一样，以为我是今日一进城门就到了侯府。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江景渊端坐在书桌前，静静听着张茂打听回来的消息。张茂话毕，江景渊神色不变，只看了一眼窗外浓重的夜色，淡淡吩咐：“王管事年纪大了，送去城外庄子养老，永不得再回侯府。还有，去告诉母亲，若她再有这些小动作，周家的事，侯府以后任何人不得再管。”她这个母亲最在意的不是丈夫，不是儿子，而是她的娘家。张茂推了门出去，江景渊这才起身，看着梧桐居的方向，心里闪过一丝愧疚来。如今正值新政改革，户部上下忙得脚不沾地，他实在是分身乏术，故而也就疏忽了。他应该直接派人将我一路从简州接过来的，否则也不会让我受这些委屈。我才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自用了晚饭后就抱着被子睡得天昏地暗。我又做梦了，梦到江景渊抱着我的尸体失声痛哭，一向波澜无惊的清冷面容此刻全是悲痛，眼里满是绝望，豆大的泪滴砸下来，我自己都惊呆了。这梦也太荒唐了。江景渊见我死了，高兴还来不及，又怎么会哭呢？想当年我的第2个孩子没能保住，我哭得快要背过气去。江景渊也只是平静地看着我，冷静的目光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仿佛那个孩子不是他的一般。我被惊醒，甩了甩昏沉的脑袋，心里烦躁晦气。白天见了他，晚上还要梦见他，看来这江府也不能再住下去了。多见江景渊几次，我怕自己忍不住冲上去一刀刺死他。我这辈子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可不想为了前世的恩怨毁了线下的安宁。我想了想，决定还是要尽早搬出去，只是没有正当的理由，江家恐怕不会同意。后半夜我睡得不大安稳，半梦半醒间做了好多梦，哭，又是谁在哭？烦死了！第2日我刚收拾妥当，碧春慌张来禀，说是江景渊来了。我垂眸不语，纤长的睫毛头下一片阴影。小姐，走吧。果然如吴嬷嬷所言，这2日开始倒春寒，外边竟又下起了雪。我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藏在后室温暖的白狐大床里面，只露出半张巴掌大的小脸来。江景渊没进梧桐居，就在院门口等我。我踩着雪出来，碧春撑了伞跟在身后。江景渊听见窸窸窣窣的动静，回身望去，就见我全身上下毛茸茸的，就连脚上的那双鹿皮小靴都围了一圈厚厚的兔毛，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往前挪，生怕把自己摔了。江景渊莫名想伸手扶一扶我，这边我也抬头看了过去，不愧是我前世深深迷恋过的男人。即便是现在看来，我还是会感叹江景渊脸和身材的无可挑剔。他就那样站着，配上身后的白茫茫一片，就像是一幅水墨画一样，就是一身黑，像索命的黑无常一样晦气。我站定，缓缓道：“江公子一早来寻我，可是有要紧事？”江景渊扫了一眼2人之间相隔甚远的距离，长腿一迈，往前靠了靠。我下意识想要后退，幸亏碧春就在我身后挡着，我才没有失态。昨日我听祖母说你想要退婚，我猜到他是为这个而来。是，给我一个理由。我对上江景渊黑沉沉的眸子，不闪也不避。我对江公子无意，这就是理由。我见江景渊似有不解，又道：或许在江公子看来，婚姻不过就是娶个女子回来执掌家事，打以后宅，娶谁都一样。但对我这等凡夫俗子来说，若要嫁人，一定要嫁我真心喜欢的男儿，若非两情相悦，对彼此来说，纠缠一生终是折磨。江景渊看着我，终究还是没能说服自己接受我这个理由。高门大户的婚姻，又有几个能两情相悦？其中无不裹挟着利益与筹谋。谢小姐，你我的婚事是长辈们的一番好意，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再考虑一下。我没想到江景渊这般难缠，他不是也不喜欢我吗？他不是也厌恶这桩婚事吗？对了，我与江景渊的婚约，当时请了不少人做见证。如今江家强盛，谢家败落，即便退婚是由我提出的，那些见证人也一定会认为是江家威逼利诱的。江景渊定是害怕他自己与江家的名声受损，这才不愿意轻易松口。江景渊忙着要去户部，只匆匆与我说了几句就走了。我刚咽下口中的水晶饺，太夫人那边却又派了人来，说是请我过去见见家中姊妹。李嬷嬷慌忙给我捧来了披风，我却不急，慢条斯理地漱了口，补了口汁，又从匣子里找了几只羊脂玉的镯子让碧春拿上，这才一路跟着吴嬷嬷往福寿堂去了。江家的几位小姐，除了江雨飞，眼睛都长在头顶上，从来也瞧不上我，前世没少给我难堪，后来慢慢都嫁出去，这才免去我许多麻烦。想到江雨飞，我的心暖和了几分，她算是我在江家唯一的慰藉。可惜她后头嫁了人的日子也不如意，两人各有各的难处，渐渐也就没怎么在一块儿了。吴嬷嬷挑开门口垂下的厚重门帘，碧春收了伞后在外头，李嬷嬷跟着我进了屋子。屋内摆了个火炉子，即便外面白雪飘飘，屋内却温暖如春。太夫人坐在上首，江夫人在她旁边坐着作陪，下面左右两侧各坐了2位年轻女子，分别为3房的江倩柔、江玲珑，2房的江雨飞，4房的江秋寒。在我踏入屋子的一刻，4双好奇的眼睛都齐刷刷地看了过来。我从容不迫地进了屋，屋外的雪光和梅香似乎是跟着我一起来了，激得他们精神一振。府里的下人们都说远道而来的谢小姐生得美，他们原本也没放在心上，毕竟偌大的京都，美丽的女子犹如过江之鲫，有什么好稀奇的？可此刻见了，无不感叹，这世上还真有美的稀奇的。我就站在那里不用多说什么，在场人哪怕是江夫人的目光都粘在我身上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可有人惊艳欣赏，也自然有人嫉妒不屑。江雨飞自然是最欣赏的那个，而一直自认为容貌为江家同辈里翘楚的江倩柔心里却是不忿和不喜，一个商户之女罢了。江夫人按下心中不快，同我一一介绍了几位小姐，才客套问道：昨夜后半夜便开始下雪，舒儿可冻着了？
我含唇浅笑，希儿昨日傍晚，太夫人差吴妈妈给我送了鹅绒被来，可是暖和呢。太夫人在得知我没打算攀江家这门婚事后，对我少了些成见，如今见了我，脸色比之前不知道好了多少。闻言也笑道：听说简州冬日是不下雪的，你方才来得慢了些，是因为第一次在雪地里走，怕摔吗？是啊，简州是不下雪的，可我困得于京都，看了10年的大雪纷飞，来了10年深入骨髓的冷。若不是太夫人提起，我连自己都忘了，原来简州是不下雪的。我稳了心神，刻意表现出少女惊奇。是呢，简州最冷的时候，也只是雨水里面夹杂了些细雪，落在地上就坏了，根本铺不出这白茫茫软绵绵的一片。今早我一推开窗，见四下都银装素裹，吓了我一跳。江雨飞有些匪夷所思，本就圆溜溜的眼睛睁得更圆了。简州不下雪，那不是冬天都是暖和的？我看着江雨飞可爱的模样，露出了今日第一个真心的笑意。也是冷的，只是不下雪不结冰，没有京都滴水成冰这样了。前世我们2人相约过，若有机会，我一定要带江雨飞去简州看看。可惜啊，江雨飞憨憨一笑，又问：叔叔，那你从来没玩过雪吗？对，没玩过。前世我第一次看见雪，真心实意的欢喜与惊奇，蹲在雪地里用手裹了个雪球，还来不及丢出去，就突然发现江景渊无声站在我身后，黑沉沉的眸子落在我手上，眉头微不可察的轻轻皱了一下。我慌乱中又懊恼自己贪玩失了端庄，一颗刚成型的雪球就这样啪嗒一下被我丢在了脚边，砸个粉碎。自那以后，我再没去玩过雪。先前是怕侯府的人觉得我不端庄持重，后来便是失了活力与兴致。江雨飞眼前一亮，忙道：那晚些时候我带你去玩。幸而今年到春寒，这个时候还能见到雪，不然咱们就得等明年了。待会儿我让丫鬟去厨房找2根胡萝卜，再做一盏小灯笼，一并插在雪人上。胡闹！这样冷的天儿，你个皮猴子不怕冻，叔儿才病一场，哪里能跟你去疯玩？我却心念一动，起了兴致。谢太夫人关怀，不碍事的。我备了皮靴和皮手套，冻不着。我借着玩雪的话头，不动声色又提起了退婚的事，暗示自己或许过不了多久就要回简州。太夫人和江夫人都听出了我话里的意思。好，既然你想玩，就让他们陪着你玩。待会儿我让厨房备好姜汤，你们喝了再去。太夫人到底年纪大了，就喜欢活泼朝气的姑娘，孙女儿们想玩，她也不拘着，只让江夫人又去请了个大夫在府里暂且住下，随时备着，免得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在场的4个姑娘里，江倩柔说是约了人下午要出门去，江玲珑见自己姐姐不去，也找了借口去了。最后约定便只有我、江雨飞和江秋寒一同玩。虽然江秋寒还是觉得我的身份有些别扭，但他心思深，万一我最后还是嫁给了江景渊，那可就是他的堂嫂，他们4房没有出色的男子，日后可就指着江景渊提血。若能讨好了我，可不就等于间接讨好了江景渊？江雨飞就坐在我身侧，小声对我嘟囔：他们俩不去正好，否则咱们还不能继续呢。我回头对他回以一笑：好，梧桐居外面宽敞，下午我们就在那儿对。我泡了白鸡冠等你来。江雨飞一愣，我怎么知道他爱喝白鸡冠？我熟忍的态度让他有一瞬间的恍惚，不过却令他十分开心，仿佛我们本该如此。好，太夫人留了我们几个小辈一同在福寿堂用过午饭，我便先回了梧桐居。江雨飞和江秋寒则各自回自己院子先去换衣服，约了半个时辰后在梧桐居会合。李嬷嬷见我愿意和江家的小姐们玩乐，打心里开心，忙前忙后为我们备了瓜果点心。江雨飞换了衣服就早早的来了，他兜头罩了一件碧蓝色的披风，只露出一双圆溜溜的眼睛，从梧桐居的门口探了半颗头出来。叔叔，我是不是来早了？我正坐在窗前挽发，侧头正好从窗口望见他。你略等我片刻，先进来喝口茶吧。嬷嬷专门备了简州特有的乳膏，你快进来尝尝。碧春替我将头发全部拢起，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只在脑后插了一支2指宽的玉质扁方，清爽大方。因着白狐大氅珍贵，恐沾了血水，李嬷嬷捧了件朱红团花披风来催我换上。我收拾好出来，正见江雨飞和江秋寒已经在院外铲雪了。外面又开始下雪，虽不大，但细碎的雪落在瓦檐上，还是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我迫不及待一头钻入雪地，小心捧起一捧松软的雪，握在手心紧了紧。叔叔，快过来，我们要开始堆雪人了。来了。3人又是滚又是堆，终于一个奇形怪状的雪人出去雏形。我嫌手套碍事，早就丢在了一旁去。来，叔叔，你来插鼻子。江雨飞塞了根短粗的胡萝卜到我手里，一脸期待地看着我。我眼睛弯了弯，小心翼翼地把胡萝卜对进了那颗歪歪的圆球上。江景渊肩头已经落了些浮雪，他在这里已经站了1刻钟。我鲜红的身影在雪地里显得那样夺目，看我同2位堂妹嬉闹，脸上挂着浅浅的笑，他不自觉就有些挪不动脚。公子，张茂出声提醒：去廊下吧，这雪愈发大了。江景渊手指动了动，抬步朝前走去。我正在做雪球，我已经掌握了诀窍，可以把雪球做得又大又圆。江雨飞和江秋寒见江景渊悄声站在了我身后，对视一眼，偷笑着携手跑开了。我很是入神，江景渊站在我身后许久，我却丝毫没察觉，一边朝手上呵气，一边孜孜不倦地做着雪球。我身前已经围了7、8个大小不一的雪球，看起来就像在雪中孵蛋似的。江景渊见我的手指已经通红，实在忍不住开口：不冷吗？我一个机灵，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猛然回头，见江景渊定定看着我，身上铺了一层细雪。若是前世被他看见我这样贪玩出糗的样子，我早就羞愤不已了。可此刻我除了被江景渊的突然出声吓到了，心里并无波澜。我拍了拍披风，自己站了起来，将手收进披风内，脸上笑意尽退。江公子见笑了，简州从未下过这样大的雪，我一时兴起便忘了冷。还别说，我现在一双手又痛又痒，想来是真冻着了。江景渊见我笑意尽散，心口泛堵，我就这样讨厌他吗？待会儿进了屋，让丫鬟端来兑了盐的热水烫一烫。我微怔，没想到江景渊还有闲情雅致管我这些。多谢。意思明确而又言简意赅，江景渊还是第一次体会到被别人2个字打发的滋味。江公子若无事，我先进去了。
宇飞他们还在等我。江景渊沉默着，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再说话，转身欲走时，他却又开口将人叫住。谢小姐，江某不是死缠烂打之人，若你当真觉得这桩婚事令你十分困扰，我也愿意成人之美，同你解了这婚约。我今早提议，也只是希望你多想想，免得辜负了长辈们的好意，并没有要纠缠你的意思，你不必如此避我如蛇蝎。我垂眸不语，却也意识到我在江景渊面前似乎有些太不能克制情绪了。可我做不到与这个离间我和周儿母子情分的男人一团和气，做不到对这个让人打死避春的男人和颜悦色，做不到对这个包庇害死李嬷嬷的罪魁祸首的男人笑脸相迎，做不到就因为重新来过就将前世对他的怨恨一笔勾销。我背过身去，闭上眼，压抑内心翻腾的情绪，直到一片雪花落在我的眉心，一切不平怨恨归于平静，我才缓缓睁开眼。江公子，你恐怕是误会了，我对男子皆是如此，并非刻意针对你。不过还是多谢江公子成全。江景渊从大厂里拿出一只握在手里的伞，撑开递给了我，清冷的声音响起：既然你已经决定，江某自会成全。我心口一松，接过了伞，朝他扶了扶身。多谢江公子，放心，我会尽快做成此事，定不会给江府带来麻烦。冰凉的指尖从他指腹划过，江景渊另一只垂下的手不自觉紧了紧。他不在意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他只知道我不愿意，不愿意就算了。我心意已决，他又何苦纠缠？既然答应了祖父要拉江家一把，他总会做到，又不是非要我嫁给他，他才会尽心。江景渊压下心中不明的情绪，不等我走回梧桐居，就带着张茂往浩瀚阁去了。张茂一向是个没眼力劲儿的，丝毫没有从江景渊愈发冷了的神色上看出什么不对来，还舔着个脸打听：公子，您跟那谢小姐说什么？属下方才看她好像还挺开心的。江景渊沉默了，张茂继续说：我就说嘛，这天下的女人，没有谁见了你还会不喜欢的。怎么样，谢小姐是不是再没提过退婚的事？对了，公子，闭嘴。哦。江景渊松了口，我心里松了半口气，但还有另外半口气依旧悬着。太夫人极爱惜江景渊的羽翼名声，但凡外头有什么流言蜚语，虽不会动摇彼此退婚的决心，但总归会耽误些时间。我想的是，未免夜长梦多，此事宜早不宜迟，否则等拖到简州那边迟迟等不到我们成亲的消息，亲自来过问时，恐怕再想退婚就麻烦了。巧在瞌睡来了，正好就有人递枕头。吴嬷嬷带了2封帖子来梧桐居。谢小姐，这是徐家和孟家送来的帖子，他们听说您到了京都，想请您去他们府上见见。我接过帖子道了谢，眸光闪了闪。祖父一生清廉高洁，为人和善清静，当年在京都与他交好的可不仅仅只有江家，这徐孟两家当年与谢家关系同样颇好。不仅如此，这两家也是当年江家同谢家为定下婚约而找的5个见证人其中之2。这徐家老太爷如今尚在，他与我的祖父同样是过命的交情，有些话若能得他出面去说，比我和江景渊空口白牙说上100句都更管用。于是下午时候，我便已带着帖子敲开了徐家的大门。徐家也没想到上午送了帖子去江家，下午人就到了门口，听了下人来报，徐家老太爷和太夫人慌忙带了2个媳妇竟亲自来接了我进府。我被簇拥着一路到厅里坐下，有些受宠若惊。回想起前世，徐家也对我颇为照顾，即便前世我自来京都一直到成亲都居在侯府，从未去过徐府拜访，但只要在外面听见有人诋毁或者嘲讽我，徐家的几位夫人都会为我出头说话，甚至徐家太夫人还在我生产后带了厚礼亲自过来看我。我知道他们是因为敬重祖父，所以对我爱屋及乌，但也澄清，我原本的计划就是主动找上徐家，向徐老太爷表达我想要主动退婚的心思，并请他出面去同其余4位见证人表明情况，自己这桩婚事便就此作罢，他们便不会再怀疑是因为江家看不上谢家如今的门第，从而拒绝履行婚约，然后对其进行声讨。这样江家太夫人也不会因为害怕影响江家的名声而放缓取消婚约的步伐。徐家太夫人自见了我，脸上的笑意就没下去过。徐老太爷见了我，欣慰地点了点头。不错不错，你虽是个女娃，可眉宇也有你祖父当年几分英气。太夫人瞪了他一眼，嗔怪道：行了，你不会夸人就别硬夸。说罢又笑盈盈地看向我。舒儿，本来我是想着你出来京都事多繁忙，想着晚些时候再请你来，可偏他就急得不得了，说让我递了帖子试试看，若你实在不得空，他就去侯府看你去。若不是怕我在江家难做，他们又怎么会让人生地不熟的我自己来徐府？我有些惊讶地看了看慈眉善目的2位老人。我原以为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都没有人真心期待我的到来，却不曾想原来还有人一直惦记着我。这种认知让我的心里浮出了暖意。舒儿多谢老太爷和太夫人的挂念，我来了京都也不过是出于一些闲事，谈不上嘛。正说要来贵府拜访，倒是巧了，今儿个一早就收到了帖子，便这会儿就过来了。徐老太爷点点头，没耽误你的事便好。你出来京都吃住可都还习惯？我只含笑答：都习惯，只是这2日到春寒，天儿比简州冷了不少。您和太夫人万万要注意自己的身子。太夫人越看我越欢喜，眼睛都笑眯成了一条缝。好，我们也都好。等天暖和了，你和江家那小子的婚事估计也要提上日程了。届时我们都去喝你的喜酒。徐老太爷见我神色微僵，脸色也跟着变了变，沉声问道：江家那边是不是？他急着要见我，也是之前就听说我在客栈住了几日，侯府那么大个府邸，竟还让远道而来的我去住客栈，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在那个时候，他就知道江家对这门婚事多有不满，恐有悔婚之嫌。见我垂头不语，徐老太爷在心里已经有8分认定了自己的猜想。你放心，江家现在再是如日中天，他江景渊再是朝廷新贵，我也不怕他们。你有话只管明说，我们都会替你做主。太夫人眼里闪过心疼，忙起身把我拉到自己的身边坐下。舒儿不怕，你与江家小子的婚事是老侯爷亲自定下的，
他们现在想翻脸不认，没那么容易。我有些尴尬地抠了抠指尖，小声道：“不瞒二老说，舒儿今日的确是有事相求。”我声音愈发小了。舒儿想请老太爷作证，取消我与江景渊的婚约。你这是要退婚？徐老太爷嗓音中带着一丝惊讶，他千算万算没算到这桩婚事的变数竟然是出在我身上。我目光坚定，语气铿锵：“是。”徐老太爷叹了口气，沉声道：“你可知为什么当日两家定下这门姻亲？”知道，但您与我祖父是至交好友，您应该也知道，当日江老侯爷为求报恩，执意要将尚在襁褓中的我同他家的长房长孙江景渊地下娃娃亲。当日祖父本是不愿的，他所作所为只求心中正义，并不图江家的回报，而同意了这门婚事，我谢家反倒有挟恩图报之嫌。徐老太爷沉吟片刻，是还是江老侯爷百般保证恳求，你祖父便在我与另外几位老友的见证下，同谢家交换了信物，这才是最可气的。当时求着闹着要娶的是江家，现在嫌弃避讳的却也是江家，说到底还是江家那些不孝子孙和捧高踩低的无知妇人。见江老侯爷去啊，便想着作践小姑娘。徐老太爷握住椅子扶手的宽大手掌紧了紧。眼下哪里有那么好的事？若不是为了替江家求情，你们谢家何至于在京都连立足之地都没有？舒儿，你莫要任性，谢江两家的婚事，关乎的可不只是你个人的得失。听了这话，太夫人不乐意了，眉毛一竖，也不顾晚辈们在场，就教训起他来：“你个老家伙说的什么话？难道舒儿为了谢家门楣兴盛，就得牺牲自己的幸福？光耀门楣那是你们男人家的事，总扯上女人干什么？”我知道徐老太爷字字皆是发自肺腑，比起江老侯爷，他与祖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挚友。他不忍见谢家祖辈的基业就这样消逝，能攀上江家这棵大树，就算不能挡雨，也能乘凉。祖父的为人，您或许比晚辈还要清楚。就算不是为江家，来日他也可能会为别家触怒圣颜。他的眼里是看不得污浊的。徐老太爷愣住，突觉有些惭愧，他一个活了60几岁的老家伙了，竟没个小丫头看得明白。太夫人有些惋惜：“舒儿，要么你还是等见过江景渊再做定论。”我无奈，这江景渊就这么好，就连太夫人都觉得我但凡是见过江景渊就会被他迷住。历经两世，我打心底里认为江景渊也就那张脸还算看得过去。我与他也见过面了。太夫人心中啧啧称奇，还以为我这种情窦初开的小姑娘见了江景渊那小子一定会挪不开眼，没想到还能有这定力，是个能成大事的。若我知道太夫人在想什么，一定会尴尬到抠手指，因为我前世就是那么个不中用的，见了江景渊就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三魂七魄都丢了一半去，连带着脑子也掏出来一并丢了。江家可知道你想要退婚的想法了？不到的那日就表达了这个意思。徐老太爷和太夫人异口同声急切问道：“他们怎么说？”我摇了摇头，把愁绪明晃晃地摆在了脸上，态度未明。徐老太爷心下冷笑：“好一个态度未明，怕是就等着看他这边是什么动静了。今日你说的是，容我再想想，左右你才到京都，就当出来玩玩，别的先放放。”徐老太爷这口气咽也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找了借口出去发脾气，留下我和几位女眷聊天说话。舒儿，你放心，我会替你劝他的。江景渊那个孩子看着冷冰冰的，不是良人。咱们女子嫁人还是要嫁个知冷知热的才好。我无比赞同地点了点头，您说的对。可太对了，还得是太夫人眼睛毒辣，一眼就看出江景渊温润皮囊下冷硬的心肠。徐家的2个喜见公公走了，也打开了话匣子，4个人一起叽叽喳喳说起话来，连窗外枝头的鸟儿都飞走了。徐家家风清奇，自上而下都是不怕死不怕事儿的一根筋，这也就是为什么徐家能在督察院多年而屹立不倒。徐家娶进来的媳妇儿孙媳妇们也都是真诚直率、爽朗不拘性子，故而我与他们说起话来也舒心，不知不觉竟聊到了有时。原本太夫人是想留我用晚饭的，但又想到未提前差人去侯府告知一声，只怕是会失礼，便只能由着我告辞。太夫人想亲自送我出去，但拗不过我的百般推辞，只得眼巴巴地看着我由徐家的大儿媳白氏亲自带着往院外走。白氏也喜欢这个千里迢迢而来的谢家小姐。你初到江家，贸然把你接到徐家来，江家面子上不好看，定然不会松口。且等个10来日，咱们徐家再去接你过来做客，想来他们家太夫人便不好再说什么了。届时咱们4个正好可以在府里打叶子牌。我眼睛弯了弯，甜甜笑道：“好，到时候伯母您可要手下留情。舒儿，只不过看看入门呢。”2人说说笑笑，转过回廊，迎面遇见2位年轻男子。他们不认得我，但我可认得他们。一位是白氏的独子徐浩胜，未来的督察院御史，这可是个难缠的人物，比之徐老太爷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一口铁齿铜牙，但凡谁被他咬上了，就算不掉层皮也能被叮得满头包。前世就是江景渊也被他指着鼻子骂过，但具体骂的是什么，我当时早已心冷，懒得再去打听。至于另一位，则是徐浩胜的好友李之义，未来的刑部尚书。对于他，我倒是熟得很，只因他不止一次对我破败心计，惹得我一见他就逃，生怕惹了江景渊不愉。现在想想当真可笑，江景渊烦我都来不及呢，又怎么会因为别的男子心悦我而生气？怕是巴不得我能马上另嫁他人呢。李之义对我倒也的确是真心实意，苦等了我3年才成亲，他倒是个可托付的。不过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我都不打算回应李之义什么，只因我知道他未来的妻子有多么爱他。前世李之义与江景渊政见不同，起了分歧，江景渊竟蛮不讲理，直接把人扣了。他那位娇娇柔柔的夫人，为了他不惜拿着刀跑来与江景渊拼命，真心换真心，
自那以后，李之义也终于算是彻底收了心，安安心心与他过日子。后来两人倒也幸福美满。我不幸福，却也不愿去偷窃别人的幸福，而且不顾一切的心动只有一次，这种感觉很奇妙。在江景渊过后，再无一人在我心里掀起过波澜。我没有错过李之义眼里铜钱是如出一辙的经验，可哪怕今生我对江景渊再无一丝恋慕，再见李之义也无丝毫悸动。原本这种遇见外男的情况应该避开的，但都已经兜头撞见了，也不能全然当作没看见。我微微颔首，算是打过了招呼。四人擦身而过，彼此都没多说什么。白氏不免又回头看了一眼芝兰玉树的李之义，眼中闪过一丝笑意。知子莫若母，他这个儿子是个脾气古怪的，模样也不过中等，我定然是瞧不上。白氏虽一闪而过地动过这个心思，但也被他止住了这个念头。我和他的眼缘，可若非良缘，他也不想强加给我。但那个李之义确实不错，家世上虽说逊色了江景渊一些，可也是个实打实的翩翩公子，与我倒是郎才女貌。若我不嫁江景渊的话，这倒是个好去处。只是不知道李家是不是也是那般看重家世。算了算了，他操这心做什么？看老太太稀罕我的样子，若真到了管闲事的那一天，也轮不到他去插手。只不过到时候他倒是可以在跟前提一提这个李之义。白氏亲自将我送上了马车，才又转身回去。刚走一半，却又遇上了故意等着他的徐浩胜。你怎么把李公子一个人撂下了？这也太失礼了。徐浩胜看了看白氏身后的两个丫鬟，二人识趣退下。您是不是在为我相看姑娘啊？白氏一惊，意识到他是误会了，忙伸手去拽他，顺手一巴掌拍在他后背上。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再说你这是个什么表情？人家姑娘花容月貌，就算是为你一亲，难道委屈你了？徐浩胜闪躲不及，被结结实实一巴掌打得一颤，苦着脸咬牙道：“我不是那个意思。”说着又把白氏拉到一边，母子二人嘀嘀咕咕。刚才李生见了他后，旁敲侧击问了我好几句，他从来没这样过。我估摸着他这是动了心思，左右我暂时还没这个意思，你就行行好，促成一对有情缘吧。白氏翻了个白眼，嫌弃地撇开袖子：“你想得美，还得你说的。这是谢家姑娘，与江景渊是有婚约的。你祖父祖母专门请人家过来做客，你少在这儿胡思乱想。”徐浩胜啧了啧，为自己的好友感到惋惜，但是紧接着白氏又笑盈盈地问他：“李公子当真对谢姑娘有意？人家姑娘都有婚约了，您还问这个做什么？幸亏我今日多嘴问了一句，不然还真闹出笑话来了。”既是与江景渊有婚约，那可就不成了。江景渊这个人可不是个好相与的，他得趁早劝李之义收了这份心思。可是稀奇了，江景渊有婚约这个事，京都先前竟都没什么风声，那么多心悦他的小姐们可都要心碎了。白氏神秘一笑：“你只管去帮我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帮您问？徐浩胜不解道：“这又关你什么事？”白氏已经不耐烦了：“你这人就是特较真儿，就是你自己去问，问了顺口告诉我一声。”白氏扔下不明所以的儿子，快步走了。若我真配了他这个儿子，那才真叫暴殄天物了。徐浩胜在冷风中摸了摸冰凉的鼻尖，糊里糊涂地转身回了书房，严肃并且添油加醋地告知了我与江景渊的婚约，把白氏的话忘了个干净。我下午聊得开心，连脚步都轻快了些。下马车时见四下无外人，竟偷摸从马车上自己跳了下来，把李嬷嬷吓得一哆嗦。哎呦，地上还有残血，摔着了可怎么好？我舒心一笑，好久没过过这样松快的日子了。这样轻盈的身姿，跳下来又不会怎么样。我还想去学骑马了呢。我生下来直到嫁人，总是被困在四四方方的院子里。我要出去跑，我要出去跳，去看看这天地有多大，这山河有多广。江景渊的马车就在巷子转角处停着，他看不见我雀跃的身影，却能听见我娇娇俏俏同李嬷嬷求饶的清甜嗓音，仿佛能想象出那小小的身影从马车上一跃而下的娇憨姿态。他下午去了哪里？张茂迷茫问道。谁？江景渊耐着性子答道：谢小姐。哦，去了哪里？张茂眨巴了一下并不大的一双眼睛，有些无辜。属下今日一整天都跟您在一块，怎么会知道这些？见江景渊眯了眯眼，这是动怒的前兆。张茂立即翻身下了马，属下这就去打听。我的马车停在了侯府正门，我下来之后直接走了进去，而江景渊的马车则一路从侧门畅通无阻直接进了侯府。江景渊忍不住想，这个京都有哪里能让我那么轻快？是因为某个人吗？江景渊冷淡的眸子彻底闭上，若是这样的话，那倒是他耽误了我。我原是想进府先跟太夫人打个招呼的，但是听说他因为中午多用了些糯米团子，肠胃便有些不舒服，请太医来开了药，早早喝了躺下了。我落得个轻松，一路朝梧桐居快速回去。我跟李嬷嬷说好了，今夜要在屋内支了炉子烤干年糕，撒上白糖，再温一壶清酒。光是想想我就已经食指大动。可总有人喜欢在我开心的时候给我泼一盆冷水，就比如江景渊，前世如此，今生亦是如此。本不想见的人，就那样笔直地出现在了我的必经之路上，避也避不开。我只得硬着头皮上前打招呼：江公子安好。江景渊浅色的眸子转了转，落在我红扑扑的脸颊上。江府占地宽广，从正门一路走来，我走了好一会儿，难怪脸颊泛红。下次可直接让马夫将马车从侧门一路赶到后院停下，可省去许多路程。我被这没头没尾的一句话弄得有些怔愣。我知道可以这样，但这是主人家的特权，我一个外客，这样哪里合规矩？不碍事，天冷，我正好多活动活动。下午出去了？江景渊眉头微蹙，他都不知道怎么这句话自己就跑出来了，但他江景渊敢说出口的话，就没有收回去的道理。我眉心跳了跳，江景渊怎么会抽出他金贵的时间来问我这些废话？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徐家送了帖子来，我想着左右无事，便上门拜访了。徐家，江景渊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从记忆里扒拉出来一个徐浩胜，不会是他？毕竟我连他都瞧不上眼，又怎么会看上刁钻古怪的徐浩胜？天冷，你进去歇着吧，告辞。我张了张嘴，没说出什么话来，微微扶了扶身，好好的兴致被他搅了大半，神色都跟着淹了下来。我是李嬷嬷亲手带大的，我一颦一笑，李嬷嬷都能从中品出花来。看了我这样子，李嬷嬷心里叹了口气，看样子我是真不喜欢这位江公子了。也好，也好。江景渊在转身的瞬间，本就冷淡的神色变得更冰凉了，
他清楚我在看见他的瞬间，眼神都暗淡了下来。他做错什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厌烦他？今夜睡不好的，除了备受嫌弃的江景渊，还有徐家的老两口。舒儿这孩子是真不想嫁，你皮为难他。徐老太爷愁得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我知道，我是在想，她不嫁的话，难道要回简州？她父亲早就给她娶了继母，一个刚退了亲的女子，父母又不上心，她以后哪还能嫁个好人家？太夫人却是不以为意。这有什么？舒儿那容貌，只要放出话去提亲的人多如牛毛，还怕寻不出个好的？无知妇人，一个女子没有家世之称，有倾城的容貌是一个好事儿吗？太夫人抽了一口冷气。你是怕京都遍地都是天皇贵胄，一个没有身份背景的角色嫁人，轻易便会被攀折。你得空了，还是多去见见太后吧。我不去。3个字在太夫人喉咙里滚了一圈，还是被她吞了下去。鲜少有人知道，她与太后曾是手帕之交，感情深厚，似亲姐妹。太后其实与她一样，母家身份并不算贵重，进宫后靠着谋算一步一步爬到妃位，再到贵妃，到皇后，最后到太后。她怨太后在无休无止的斗争中失了本心，变得精于算计，冷漠嗜杀。太后怨她不懂深宫斗争的惨烈，非但不抚慰她，反而还指责她。昔日姐妹各执己见，竟有20余年不再见过一面。如今为了个无亲无故的我，太夫人却选择了妥协，只因我需要一个绝对强大的后盾，让人绝不敢起龌龊心思的背景。太夫人只有2个儿子，没有女儿，2个儿子也没给她生出个孙女来。她没体会过为女儿操心的烦恼，现在因为我的到来，她倒不得不为我多操些心。至于惹得人愁绪万千的我，却睡得极好，在暖暖的被窝里抱着李嬷嬷给我缝的小枕头，呼吸绵长而又沉稳。此刻这一方温暖的亲被才是我最贪念的，外面的纷纷扰扰都与我无关。刚开春的天气瞬息万变，昨日还在倒春寒，今日明晃晃的太阳一大早就挂在了天上。我是客人，不用同其他姑娘一样早早就去太夫人那边请安，我也不惧怕下人们偷偷在背后说我被懒，索性直接睡到被阳光照醒，才睡眼惺忪的坐了起来。小姐，今日春光正好，可别辜负了。碧春听见房内有了动静，这才笑着捧了衣裳进门。我摇了摇还不太清醒的脑袋，迷迷糊糊下了床，洗漱做好，等着碧春为我上妆。有人来传过话吗？碧春手上专心致志地忙活着，口中答道：太夫人派人来过了，说让您睡醒了去她那里一趟。今日天气好，我作为客人，主人家没有晾着我不管的道理，应是安排了侯府几位年轻的姑娘陪我一块出去玩。我没再说话，闭上眼细细琢磨着这几日的进展。江景渊这个人重信守诺，他既然已经同意了这桩婚事作罢，想必是不会反悔。侯府太夫人这边本就对我多有指摘，我能主动提出退婚，老人家自是打心底里开心，只是碍于情面，暂时闭口不谈。徐家那边态度也有明显的松动，问题应该不大。这样算下去，不出半月，这桩本就不曾广而告之的婚事就可以悄悄解除了。届时天高海阔，岂不是任我飞？如此一想，我心情大好，对这个我避之不及的侯府也宽容了一些。收拾妥当后，我简单吃了2口糕点，才往太夫人那里去。我到的时候，正巧侯府的几位小姐还都在。江雨飞笑嘻嘻地拍了拍自己身边空着的位置，示意我坐到她旁边。我冲她眨了眨眼，同太夫人见过礼之后才坐下。祖母正和咱们几个说呢，天暖了，让我们陪你出去走走。可巧正商量着去哪儿，你就来了，正好。你可有特别想去的地方？我赧然一笑，多谢太夫人和几位姊妹费心，我初来京都，哪里都不熟悉。不过京都繁华，去哪里都行。我细细回想了一下，我前世在京都的10年间，哪里都去过，可在哪里也都是匆匆一瞥，从未有过时间和兴致好好玩玩。算起来，我对这个偌大的京都还真是一点也不熟悉。太夫人放下茶盏，端起和蔼可亲的笑来，那就四处都去。这几个丫头们也闷了一个冬天了，正好带着你出去一同撒欢儿。江景渊那边来回过话了，说我坚持退婚的话，他也不强求。太夫人现在是又喜又忧，喜的自然是这桩一直梗在他心头的婚事终于就此作罢，忧的是江景渊和江家落下一个嫌贫爱富、不守承诺的名声。他也不是非要忤逆亡夫，但凡是换个孩子，他都愿意心甘情愿地把我娶进侯府养着。可偏偏是江景渊，侯府最优秀的孩子，未来前途无量。若是不娶一个身份贵重的女子，往后朝堂之上无人保驾护航，不知道要吃多少暗亏。太夫人这2日仔细考虑了一下，为了没有后患，先好吃好喝把我供起来，等到自己寿宴那日，把当日的见证人都请到府中做客，由我自己当面提出来，岂不免去江家许多麻烦？我还不知道太夫人已经打定主意要等到2月后再正式退去这门婚事，正兴致勃勃地听着江雨飞安排着待会儿的行程。咱们不用午饭直接出门，先去鼎新阁吃他们家特色炙烤羊肉，然后去乐天瓦舍听曲，听完后去租一艘船游湖吃酒。江倩柔光是听了都觉得累，不自然地抿了口茶。这也太赶了，叔叔待的时间还长呢，慢慢玩岂不是更好？江雨飞一向不喜欢江倩柔整天拎着帕子半死不活的故作柔弱姿态。哪里赶了？不过你要是嫌累，就晚些时候直接出来游湖吧。江雨飞巴不得不带她，江倩柔矫情得很，带上她，她必定一会儿嫌羊肉膻了，一会儿嫌唱曲儿的嗓子不够脆，惯会扫兴。江玲珑向来是为江倩柔马首是瞻，听了这话有些不满道：大家一起出去玩，自然是要一同商量的来，怎么你一个人就决定了？江秋寒是个八面玲珑的老好人，只端着笑，从头到尾没多说话。什么叫我一个人说了算？我问你们，你们又不说话，那我提出建议了，你们又来挑毛病，哎，真难伺候。眼见争端将起，太夫人轻咳一声打断他们，转而看向我：舒儿怎么看？我面上为难，回答的却很直接，觉得雨飞的安排不错，
我这话无疑是得罪了江倩柔和江玲珑，可是谁管他们？连江雨飞都没想到我毫不避讳地站在了他这边，眼睛亮了亮，又觉得因为自己的强势让我为难了，不免有些自责。可是我都这样说了，他断没有再松口的道理。那你们要晚些时候再过来同我们会合。江倩柔压下心头的火气，扯了扯嘴角。好，他心下冷笑，我跟个棒槌似的，能成功嫁进来才怪。一个穷乡僻壤来的乡巴佬也配他作陪？也就江雨飞那个傻的还上赶着呢。太夫人也因为我的直白有些惊讶，但也没多说什么，只嘱咐我们外面不要贪杯，游湖的时候少喝些酒。几人陆陆续续告辞后，太夫人坐着没动，问吴嬷嬷：“我怎么觉着谢静书这个丫头时而精明，时而木讷呢？”吴嬷嬷躬了躬身，笑呵呵道：“我这个老婆子都看出来，三房两位小姐瞧不上谢小姐，难道您瞧不出来？难道谢小姐自己就瞧不出来？你的意思是，她是故意的？”吴嬷嬷点了点头。谢小姐是打定主意要退亲了。三房两位小姐对她来说，不过就是无足轻重的人。她明知道他们不喜欢她，又何必还要委屈自己去讨好他们呢？太夫人也觉得吴嬷嬷言之有理，笑着感叹：“这丫头还真是个小辣椒。”太夫人是高门大户里金银堆砌养出来的千金大小姐，金尊玉贵了一辈子，最是看不上委曲求全唯唯诺诺的人。听吴嬷嬷这么一说，反倒有些欣赏起我来。我向来偏爱温暖的颜色，如今天气回暖，春意绵绵，我便给自己搭了一件鹅黄色的木棉花样式的小袄，领口袖口处接缝了一圈短短的白狐毛，生生压下了些艳丽，平添几丝俏皮，裹了一个冬天的披风，终于可以解下来，只是没有披风的遮挡，凹凸有致的身形，盈盈一握的腰肢瞬间无处遁形。江雨飞走了一路，盯了我一路，把我都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雨飞，你老盯着我做什么？江雨飞低低笑出声来，揶揄道：“嘿，我在想，大哥哥真是好福气呢。”江秋寒拿着帕子捂着嘴也笑，另一只手轻轻拍了他一巴掌。不知羞，我却有些笑不出来。瞧，我这容貌这身段，连女人都是会忍不住夸赞的。偏江景渊的眼里，心里都容不下我，连带着我这姣好的皮囊他都瞧上眼。夫妻10年，每年同房的次数屈指可数。见我一时没说话，江雨飞一下子想起了我要退婚的事，开这样的玩笑的确是有些太过了。他连连道歉：“抱歉，叔叔，我把那事儿给忘了，只想着你和大哥哥凑在一块儿，跟一对璧人似的，实在是天作之合。”我安抚地朝他笑了笑：“没事儿，不过大公子那样的人物，心智坚定，怎么会轻易被美色所扰呢？”但这也只是我自己的猜想，我只见过江景渊冷淡疏离的样子，至于他对沈晚初如何，那就另当别论了。那是他捧在手心的小表妹，或许疼他爱他都来不及呢。江雨飞回想了一下江景渊不苟言笑的样子，颇为赞同的和江秋寒齐刷刷地点着头。倒也是，大哥哥那样的人，我实在是想象不出他满心埋怨栽在一个女子身上是什么样子。总会见到的，离沈晚初到侯府也就2年光景了，只是不知道在这期间，谁家的可怜女子会嫁到侯府来。不过能被太夫人看上的女子，身份必然贵重。看这一对有情人又能在他眼皮子底下玩出什么花样来。马车缓缓停在鼎新阁门口，有4个小厮打头，2个婆子一左一右推开了奢华宽阔的马车的镂空木门，3人的贴身丫鬟接在外候着，一一将几人扶下来。此刻正值饭点，幸亏江雨飞早早安排人定下了一间雅阁，几人脚刚落到地上，就有一位机灵的伙计上前招呼：“是听雨轩的几位贵客吗？”江雨飞的贴身丫鬟珠儿答话道：“是，你带路吧。”我被簇拥在正中央，跟着殷勤引路的伙计踏上回旋的楼梯，一路到了2楼的雅阁。每间雅阁都取了名，我依次看过去，还有品茗轩、流霞轩、满彩轩等等。叔叔，我跟你说，他们家除了炙烤羊肉是一绝，枣香鹌鹑也是特色，你只要尝一口，绝对会爱上的。好，我早上特意没多吃，此刻正饿呢，待会儿定要多吃点。我的话戛然而止，只因我左侧的雅阁里推门而出一人，与我的视线撞了个正着。这个一脸激动、眼神炙热的男子，可不就是昨日才见过的李之义吗？谢姑娘，在下李之义，昨日我们在徐府见过，你还记得我吗？李之义清俊的面容因为激动而透出些薄红，期待又紧张地看着我。哪怕昨日徐浩胜已经告诉了他我有婚约在身，可他还是控制不住想要跟这个让他一眼就心动的女子说说话，想要我记住她的名字。我莞尔一笑，柔声道：“自然是记得的。昨日遇见你与徐公子后，白伯母还专门与我提起过你呢，说李公子是难得的青年才俊。”李之义眼睛更亮了，想要上前一步，却又意识到失礼，连忙止住脚步。伯母谬赞了，在下也不过平庸之子。江雨飞眼睛一转，就明白李之义心思不纯，当即把我往自己身前一扯，朝李之义扯了假笑道：“这位李公子，咱们可都饿了，要不然你们下次有缘再聊。”李之义连连点头：“好，下次再见，你们快去用饭吧。”我朝他颔首算是告辞，被江雨飞拖着走了。叔叔，你可快别跟那个呆子说话了，你看他那色样，哪里比得上大哥哥一半？江秋寒小声道：“这你可就说错了，你不爱诗书，自然是不知道这位李公子的厉害，在京都他的名头也不小呢。”江雨飞撅了撅小嘴，反正他觉得我和江景渊是天上地下最般配的2个人，别人再好也不行。直到3人入了座，江雨飞和江秋寒还在为李之义是不是呆子而争辩。我笑着摇了摇头，不去掺和他们2人。这边李之义说完话，意犹未尽地关上门，回头对上江景渊清冷的眼神，有一瞬间的心虚。如今新政变革，在座的几人都是互不主理此事之人，连着忙了半个月，今日好容易收尾，便约着一起来用饭。江景渊意在其中，李之义一时激动，竟忘了我正儿八经的未婚夫正坐在里面呢。不过好在他也没说什么，他倒是不怕江景渊对他怎么样，就是怕江景渊误会了我。李之义尴尬地移开目光，同手同脚地坐回席位。瞧瞧李大人这魂不守舍的样子，这是见了心上人了。眼尖的已经开始调侃起了李之义，骚得他连手边的酒杯都打翻了。
江景渊握杯的手指骤然一紧，一种不明的情绪缓缓爬上了他的心头。我说我并非针对他，只是自己一向对男子皆是如此疏离冷淡，可面对李之意时分明不是如此。即便隔着一道门，他还是能听出我与李之意说话时是带着笑的。江景渊垂下眼睫，掩住眼中的情绪。刘大人，您可别胡说，人家可是有婚约在身呢，我只是打个招呼罢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总是犹犹豫豫，下手晚了吧？后悔了吧？李之意压下心头翻涌的遗憾，大胆望向江景渊，苦涩一笑，并非我下手晚了，只是上天弄人，我遇见他时，他已然有了婚约。江景渊直直迎上他的目光，淡淡道：李公子最是守礼之节，既然姑娘已经有婚约了，还是不要去招惹，免得给别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江景渊不禁想，那日我从徐府回来颇为愉快，是因为见到了李之意吗？呵，君有意，妾有情，还真是一段良缘啊！江景渊仰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站起了身。江大人要去哪儿？去同我家的几位妹妹打个招呼。我吃了碧春切好的羊肉，油脂在口中迸发的瞬间，我发出了满足的喟叹，还是如同我记忆中一般美味。简州临水，其菜品多为鱼虾。我前世初来京都，甚是爱吃牛羊肉，尤其爱炙烤或者爆炒的烹饪方式。可是江景渊不喜欢，他饮食喜清淡，更不喜欢味道过重的食物。所以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便也处处迎合。我都记不清最后一次吃合自己口味的食物是什么时候了。见我喜欢，江雨飞的笑意加深。怎么样？我没骗你吧？好吃。我听方才那个伙计说，今日有鲜酿的梅子酒，咱们点一壶吧，正好解腻。江雨飞忙吩咐珠儿去叫一壶进来，回头笑着道：没想到你还是个会吃的。我刚才就想点，想着下午游湖还要喝，怕你们醉酒都不敢点。我喝得了酒，再说梅子酒哪里算酒了，又不醉人的。我说的大话被碧春无情拆穿。小姐，您一喝酒就上脸，出门的时候李嬷嬷还专门嘱咐您少喝，您忘了？我微微有些不好意思。你不告诉他就好了吗？正说着，酒已经送了过来，只是跟着酒一起进来的不是送酒的伙计，而是拎着小巧酒壶的江景渊。男人高大的身形走进来的一瞬间，江雨飞口中刚咬开的丸子掉下来，咕噜咕噜顺着桌面砸在了地上。江景渊的目光几乎是瞬间就被我吸引了过去，我脸上还留着没来得及收回的浅笑，因为炙烤羊肉有些辣，本就饱满的红唇略微有些肿起，红润晶莹。江景渊眸色加深，自顾上了桌坐下。怎么在外面喝起酒来了？江景渊并没有怪罪的意思，只是他知道祖母一向严厉，不许他们在外喝酒，顺口问一句罢了。江雨飞和江秋寒回过神来，忙齐齐喊了一声大哥哥。江景渊就坐在我左手边不远处，因着他的到来，我不自觉就收起了脸上的笑，正襟危坐。祖母说叔叔来了，让我们带着他只管疯玩，我们带了许多下人，巴适的。江景渊点点头，目光落在我身前好几根羊肋排的骨头上，没想到我这样纤瘦，胃口却好，不知怎地，他心情变得好些了。可是腻着了。我本不想搭理他，可无奈他明明白白的侧过头同我讲话，避无可避，我只好硬着头皮答话。是有一点，是我让雨飞点的梅子酒，不怪他。大哥哥，你怎么来了？江景渊凉凉地看了一眼江雨飞，正巧在这里用午饭，方才听见李之意与你们说话了，便过来看看你们。我干咳一声，讪讪道：那还挺巧。那个呆子，大哥哥，你怎么跟他一块儿？也不光是他，户部还有几位大人都在。江秋寒小声嘀咕：都说他不是呆子。江景渊掀了掀眼皮，情绪不明道：李之意学问渊博，为人谦和之礼，怎么会是呆子？谢小姐，你说呢？我敷衍着应和：是，李公子那等人物不会是呆子。江景渊心口一滞，但从面上看，他的神情并无一丝波动。你们用完饭怎么安排？江雨飞忙前忙后，亲自给江景渊夹了满满一盘子菜，闻言抬起忙碌的头颅来。下午先去瓦舍听曲，听完之后去游湖喝酒。江景渊微不可察地皱了皱眉。又喝酒？江雨飞吐了吐舌头，俏皮一笑：难得可以放纵放纵，大哥哥你就别管我们了，嬷嬷们都在，就算是醉了，他们也会好生安顿我们的。再说我们自己心里有数，不会把自己喝醉的。江景渊没再说什么，只制止了江雨飞的动作。不必了，我只是过来一趟，还是要回去接着同他们用饭的。你们注意分寸，别带着谢小姐瞎玩。江雨飞老老实实点头应下，直到江景渊的身影彻底消失在雅阁，三人才都松了口气。唉，真是怪了，明明大哥哥从来不管我们什么，可我总是怕他的很。江秋寒也点头如捣蒜。是呢，我总觉得他就算是笑着也是冷的，看着怪让人害怕的。我却有些不安，我与江景渊就算是感情再寡淡，可到底是10年夫妻，我太了解江景渊了。他这个人怎么会因为遇上家中姊妹而专门来打个招呼？难道是因为我不是一个自作多情的人？可江景渊今日举动确实有些奇怪。不会，江景渊高傲金贵，一定是因为我主动退婚，觉得我知趣，这才愿意跟我说2句话，一定是这样的。恢复好心情，我接着开开心心吃肉喝酒。三人吃饱喝足，又去听了曲儿，才坐了马车到流湖边上。江倩柔和江玲珑这边已经让人租好了一艘宽敞的游船，正靠在岸边等我们。我喝了些酒，本有些困倦，被湖风一吹，彻底清醒了。江倩柔远远看着我，嫉妒的神色愈发浓重。江玲珑最是了解她，拉了拉她的臂膀，娇声哄她开心。姐姐，一个商户女，再是美貌又如何？这种身份，哪个正经官宦人家瞧得上？她不知好歹要退婚，往后呀，就连咱们侯府的门都摸不上。你就当带一只猫狗儿出来玩，别跟她计较。江倩柔心气儿顺了些，高傲的扬了扬下巴。你说的对，或许往后与他连面也见不上了，那就好好尽尽地主之谊，在这个乡巴佬长长见识好了。两人调整好神色，笑着迎上前。我已经让下人们备好了吃食美酒，咱们快上去吧。好，走。江雨飞兴致满满，和江秋寒一人一边，拉着我就往船上走。叔叔，你看，这就是流湖，听说是从漓江引的水，就是往简州过的那条漓江。我看着流淌的湖水，霎时回想起了口鼻间浸满冷水的窒息感。叔叔，你怎么了？
我回过神来，勉强一笑，没事儿，只是喝了些酒，有些恍惚罢了，歇会就好。江宇飞不免笑话我，你还说你能喝呢？就喝了3杯果酒，都过了这么久你还晕着呢，待会儿的酒你可不许喝了。我突然有些后悔来油壶了，我也没想到死过一次之后，我竟然开始怕水了。上了船之后，船体每随着碧波晃悠一次，我心头就会发慌，脸色跟着都变得不大好。江倩柔端着酒杯，似有些惊讶：“叔叔，你们不是晕船？”是有一些，原本没这么严重的，或许是中午喝了酒，此刻觉得有些难受。我顺着江倩柔的话就下了，正愁没借口，她倒把梯子递到我跟前来了。江秋寒忙让人撤了我身前的酒，换了清茶上来，有些担忧：“要不要吩咐船夫开岸，咱们下船缓缓？”江玲珑却道：“我听人说，这晕船呀，也就晕一会儿，习惯了就不晕了。咱们好容易才能聚在一块玩，叔叔弟也不想败兴而归的吧？”江倩柔挑了挑眉，和江玲珑对视一眼，二人皆不怀好意，就是让我晕，最好晕吐了。届时脸色苍白，钗环散乱，看我还得意。江宇飞轻轻拍了拍我的背脊，柔声安慰：“是我疏忽了，早听说你从简州来就病了几日，现在想来应当是晕船晕狠了，我却还带你来游湖。”我自然是不会委屈自己，甭管会不会扫谁的兴，直接道：“是我自己贪杯，怎么能怪你？待会儿船靠岸了，我下去走走就好。”“好，我陪你一起去。”船一靠岸，我率先下了船，江宇飞紧随其后，踩在坚实的地面上，我一颗心终于落在了实处。江倩柔重重放下酒盏，丝毫不掩饰自己脸上的不屑：“坐不了船还答应江宇飞来游船，真是扫兴。”江玲珑却不以为然：“他不在岂不是更好？咱们玩儿咱们的，反而自在。”江秋寒只笑了笑，却引来江倩柔夹枪带棒的嘲讽：“你倒是辛苦陪了他小半天，人家好像也不怎么把你放在心上。”江秋寒兀自喝了口酒，浅浅笑道：“我不过是应了祖母安排下来的任务，陪陪远客罢了。我要他把我放在心上做什么？”江倩柔斜斜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三人只当什么都没发生过，说笑开来：“好些了吗？”风一吹，一下就好了。江宇飞狐疑地凑近看我，眼中闪过一丝促狭：“叔叔，你莫不是故意的？就是不想跟他们玩？”我无奈地揉揉眉心，哭笑不得。哪里至于，我是真不大舒服。今日游湖的人不少，湖岸边就有一条繁华的街道，形形色色的商铺勾起了我的兴致，我便干脆拉着江宇飞逛了起来。我下船被江宇飞扣了一顶帷帽，身旁又有好几个身强体壮的小厮护卫着，所以即便这条街的人不少，也没有什么人敢朝我望过来。这家铺子生意怎么这样好？我指了指一家人群涌动的铺子，十分好奇地问道。江宇飞看了一眼便了然道：“只是一家布庄，想来是这类的天香锦到货了，都抢着呢。”天香锦有固定的铺子卖吗？那哪能呢？天香锦贵州，不是所有布庄的东家都有那个本事能固定每月拿到货的，布商也只是碰运气，对接了才能有货拿回京都的铺子卖。我凝神思索起来，天香锦难得的原因有3，其一是因为天香锦要用到的蚕丝只能是简州天香镇特有的桑蚕所吐，这种蚕就叫天香蚕，比一般蚕吐出来的丝更韧更细，织出来的布匹也就更软更滑。只是小小一个天香镇，1年下来又能产多少蚕丝呢？原材料稀缺，必然也就导致天香锦稀缺了。其二是因为天香锦丝绸间太细密的缘故，不能长时间折叠。简州距京都千里之外，若非一路走水路，等布匹运到了，估计也就废了。但这个问题又实则很好解决，只是暂时没有人这么做罢了。其3则是因为谣传说天香锦不能受潮，这也是布商们明知走水路是最快的法子，却不敢走的原因，就怕金贵的布匹受了潮，花大价钱买下的布匹到了京都变得一文不值。可实际上天香蚕的蚕丝韧性如此之强，比一般的布匹都要更坚韧，又怎么会受潮呢？但这些问题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因为天香镇最大的织布坊就是谢家的，准确的说是我早逝的母亲的，而那家布坊我的母亲留给了我。至于天香锦的运输问题，对我来说更不是难事，只需要把传统的布匹折叠方式改为卷筒装就好了。虽然会更占位置一些，但总比放坏了要好。也就是说，只要我能垄断整个京都的天香锦售卖权，我就必定能赚个盆满钵满。简州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再回去了，我那个唯利是图的爹，我是一辈子不想再见。而要想在京都这个销金窟站住脚，万不能坐吃山空。若我能做成这个生意，至少近10年不用愁了。可是能在京都稳稳开店几10年的老牌布庄定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商户与商户之间既是竞争关系，可有时候又必须是合作者。若有人扰乱了他们目前的秩序，这个扰乱秩序的人必定是会受到他们的联合讨伐。我若想在京都做这门生意，就必须要跟京都做的最大的几家布庄打好招呼，否则只怕没几日就要被人砸店。也就是说，我需要一个牵线人。这个牵线人既能把这几家布庄背后的东家聚在一起同我协商，还能让这几个东家都能卖他面子。这个人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江景元，他在户部任职，户部又掌管着税收，他必定对京都做的大的商户了如指掌。而且在京都甭管是谁，我就没见过谁敢不卖他面子的。可他是下策，我今生不愿意跟他扯上半点关系。还有一个下策是李之义，他同样在户部任职，同样家世不错，但还是算了吧，我做不到明知道他的心思还刻意去接近他，麻烦他，这根本就是利用。我考虑了一下，决定暂且搁置，等成功把婚退了再说。我离开简州到京都已经快20天，若简州那边等不及来了消息，就真的麻烦大了。不过既有了这个想法，遇见了合适的铺子自然是要留意起来。我之后在位上船，拉着江宇飞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后，找了间茶坊坐下聊天，没聊几句便见江倩柔他们下了船。玩了这么久，几人都累了，也就没再耽误，径直回了侯府。因着白日里疯玩一整日，我早早就困了，草草吃了2口晚饭，就拥着被子沉沉睡了过去。可不巧，没睡整1个时辰，便又被李嬷嬷喊醒了。我拿被子紧紧捂着头，想要假装没听见，却被李嬷嬷强硬地扯开了被子。姑娘，别睡了，太夫人那边派人来请，看样子着急得很呢。我躺着没动，骤然被叫醒，还没缓过神来，李嬷嬷叹了口气，忙劝道：“此刻已经入了夜，你又是远客，若非情况紧急，轻易不会这个时辰来扰。快快动身吧。”
若真有什么要紧事耽误了，再而不好。我最是见不得李嬷嬷一脸愁容的样子，长长吐了口气，气恼地扯过碧春递过来的衣裳，迅速换上，既未上妆，也未挽发，任由如墨的长发披在身后。李嬷嬷有些担忧，就这样过去，会不会有些失礼？我低低打了个呵欠，又给自己灌了一杯浓茶，才道：这样不是更显得我马不停蹄就赶了过去？李嬷嬷摇了摇头，何碧春一左一右扶着我朝太夫人院里赶过去。此刻江景渊和江夫人正在福寿堂坐着，太夫人坐在上首，还没从刚才的事中回过神来。刚用过晚饭，宫中太后娘娘竟派了人来，这原不是什么稀奇事，毕竟是侯府。太后娘娘心血来潮要见哪位女眷也不是没有过。太夫人都已经安排了吴嬷嬷准备好明日进宫要穿的吉服了，可来传话的太监竟说太后明日要见的是我，怎么会是我？太夫人和江夫人思来想去，怎么也想不明白太后娘娘是怎么知道我这号人物的，更想不明白太后又为什么要见我。江夫人心里很是不安，若我见了太后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那这门婚事到底还能不能退成？母亲，您看。太夫人此刻也懵着，下意识地转头去看一直没说话的江景渊，试探着问：莫不是太后知道了你与谢静书的婚约？不等江景渊说话，江夫人焦急接过了话头：就算是知道了，太后娘娘难道会为这个就专门见他？太夫人沉默了，这倒是事实。别说江景渊，就是皇子们定了亲，太后也没把他们未来的皇子妃个个都照过去看的，那可是他的亲孙子们。正说着，我就到了。江景渊不自觉微微侧了侧头，目光落在嫣嫣进门的我身上，眸色沉了沉。我黑发如瀑，未施粉黛，却依旧唇红齿白，水润的眸子似有星光跳动。别在意那些虚礼了，舒儿，你先坐下。我也没推辞，一言安然坐好。江景渊收回落在我身上的目光，无意识地深深吸了口气。舒儿，方才宫中来人了，说是太后娘娘明日要见你。我怔了怔，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没睡醒。太后怎么会见我？太夫人见我的表情，也不像是知道内情的样子，不禁更加疑惑起来。江景渊见我苦恼而又茫然的样子，平静出声：明日我会亲自送你入宫。我无声地点了点头。我在感觉到生命被威胁的时候，下意识地觉得江景渊还是可靠的，毕竟那10年再不好过，我也安安稳稳地在侯府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心里千疮百孔，身上却是锦衣华服。太夫人细细叮嘱了我一些进宫的注意事项后，眼见已快到子时，便让3人都回自己院子去休息。我和江景渊一前一后出了门，梧桐居和浩瀚阁在一个方向，我避无可避，只能错一步缓缓走在江景渊身后，并不断在心中祈祷他能加快步伐，拉开与自己之间的距离。不过令我失望的是，江景渊始终与我保持着这么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并没有撂下我走开的意思。夜色之中，江景渊骨骼分明的修长手指轻飘飘地举着一个灯笼，昏黄的烛火照亮着2人脚下的路。你不用害怕，太后并没有传闻中那样恐怖。我愣了愣，才反应过来江景渊是在跟我说话，他的声音很轻，像是一阵风吹过来似的。我知道了。江景渊突然停了下来，幸亏我一直警惕地盯着江景渊颀长的背影，不然我就这样直直撞上去了。江景渊垂下头，对上我微微扬起的脸，上面明晃晃地写着疑惑。他在心里低低叹了口气，问我：谢小姐，冒昧问一句，江某是不是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情况下得罪过你？我遏制住想要抽搐的嘴角，何止是得罪，嘴上却道：不曾，我与江公子不过初次见面，何谈得罪？江景渊想要开口问，那你何故对我如此冷淡？可话到嘴边，他又惊觉这般矫揉的话，他委实是问不出口。明知我已有退亲之意，本就不该对他热络亲近，可见过我对旁人巧笑嫣然的模样，他竟又生出一丝不甘。那李之意真的就那般好？可到底是江景渊在诡谲朝廷亦能从容不迫，神色不变，让人半点窥探不出情绪，又何谈在我一个小姑娘面前，几乎是一瞬，他就恢复了一贯的清冷肃穆。即便你我没了姻缘瓜葛，可谢家对江家的恩情，我依旧不会忘。你若遇上什么麻烦，只管寻我。我因为江景渊突然的质问而被提起的心缓缓落了地，理所当然的想，既然江景渊自己都说了要报恩，那我也不用端着，真遇上事，勉为其难请他帮忙也不是不可以。那便先行谢过江公子了。江景渊见我松了口气的模样，无端又生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愠怒来，真的就这样迫不及待要与他撇开关系？江景渊沉默着转身，继续同我保持这个微妙的距离，朝浩瀚阁走去。2人一时不再说话，各自专心走自己的路。如果我没有踩到自己的披风，并在慌乱之中一把揪上江景渊的腰带的话，今晚也就有惊无险的过完了。可偏偏天不遂人愿，我自己也不明白事情怎么就成了现在这样。越努力避嫌，结果越是心酸。我一手抓着江景渊的腰带，一手抵在他结实的胸膛上，努力让自己柔软的腰身离他远远的。江景渊不光是文采出众，在武学之上亦有造诣，几乎在感觉到腰身一沉的瞬间就迅速回身去扶。只是到底事发突然，哪怕他的反应已经足够快，还是免不了被我带着一个趔趄。2人重重砸向一旁的假山石上，江景渊拿在手上的灯笼摔在地上，噗呲挣扎一声后彻底熄灭。至于张茂和李嬷嬷他们，早就知趣的退开，不知道何处去了。即便漆黑一团，江景渊还是能感受到我紊乱的呼吸和死命抵在他胸膛上的那只手，还有我倔强不屈的把身子往后仰去，满是避让与抗拒的姿态，让江景渊喉头有些发涩。可怜男人的手还死死护住我的后脑勺，被重重磕在粗糙的石面上。江景渊一向波澜无惊的脸色有瞬间的破裂，只是黑夜凄凄，替他隐藏了所有的心绪。哪怕我在女子里面已经算是身量修长的，可此刻被江景渊半搂着，我却连丝衣角都没能露出来。女子特有的幽香无孔不入，紧紧将江景渊缠绕包围起来，又甜又媚。放在我巴掌宽的细腰上的大手愈发灼烫，若不是刻在骨子里的礼法和我明显推拒的姿态，江景渊一时竟不想就轻易松手。片刻后，江景渊若无其事地松开手，语气依旧是淡淡的：他有哪里受伤？我连忙远远站开，尽量掩饰下自己的慌张和窘迫。没有，多谢江公子。江景渊手指微微蜷缩，然后自然地将那只受伤的手背在后背。无事便好，明日进宫须得早早就起床。走吧，天色已经很晚了。我点了点头，却又恍然天黑，他应当瞧不见，忙补了一句：好，走吧。
直到进了梧桐居，我才敢放松下来，暗骂了自己一声，连忙又简单洗漱了，躺下睡去。这边江景渊进了浩瀚阁，张茂已经在门前等着他了。公子，就短短几步路，你走了这样久？江景渊无视张茂的调侃和揶揄，径直朝房内走去。去拿纱布来。张茂一惊，定睛一看，果然见江时奇右手的手背上一片血肉模糊。你这是怎么了？